要喝什么？不用了，问完了我就走。看你的样子，像是要兴师问罪啊。你是心虚了吧？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吗？没头没尾的，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事儿。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史密斯出事了。哪个史密斯啊？你别装了。珠宝的订单是不是你下的？你说的什么订单？我不知道。你说的是法国的那个史密斯，对吗？你从一开始就算计我，和我抢 Desire， 让你拿到 Lazy， 跟我说史密斯的故事，让我继续担保。现在你又设计史密斯珠宝，让他的资金出现问题，面临倒闭。现在你如愿了 ，Lazy 顺利进驻国内，史密斯担保出现问题，法国门店被封 ，Desire 到最后一文不值。本来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解释的，我承认，在法国的时候我确实设计过你。Lazy 要进入中国，慵懒是我们最大的阻力。恰巧你和他们的老板又是最好的朋友，所以在你收购的时候故意刁难你，就是为了让你帮我们搞定慵懒。这一点我承认。可是迪塞尔股份我压根儿就不感兴趣。要不然你不会那么轻易得到手，对吗？还有，史密斯的事情跟我没有丝毫关系。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？如果不是你跟我讲那个故事，我根本不可能心软让史密斯继续经营。你从一开始就给我下圈套，让我往里钻。如果真的如你所说，我干嘛要承认我在法国设计过你？我完全可以全盘否认。就算你怀疑我，你也没有证据来证明。我之所以坦白，是我真的想向你道歉。所以说你现在是良心发现了？不是良心发现，越和你接触，我越觉得我没有必要成为敌人。当然，我知道很难取信于你，但是请给我一些时间，让我来证明。我希望这不是我最后一次信任你了。还有，我已经查到了是谁偷了我的设计稿。谁呀？一个叫做默许的人，他收买了我的人，偷了我的设计稿。这个人我们打过交道，曾经是竞争对手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孙彼得告诉我的，他怕我告他，而且他还把他的联系邮箱给了我。我以孙彼得的名义给他发了邮件，要求见面，要不要一起？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欧阳希子最后签约到孙彼得那儿，我的设计稿最后也是到了孙彼得那儿。表面上我们都是被佘恩给设计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想知道幕后的人是谁吗？你不想知道他想干什么吗？难道你一点都不奇怪吗？哼，还真是巧啊！他给我回邮件，地址发给我，2个小时以后见面。史密斯先生，你朋友介绍给你的中国人，是不是叫默许啊？不，他说他姓叶。姓叶？他全名叫什么？叶奇磊，叶奇磊。叶奇磊。你等一下，你看一下，是这个人吗？你仔细看看。不是的，不是那个人，真的不像他。你看清楚了吗？不，看清楚了，确实不是那个人。好，我知道了。
那我先去忙了。你现在把你说的那个地址发给我。你不要一个人冒险，你在哪儿我去接你。不用了，我们到那里见面就行了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你现在就发给我吧。好，千万别冲动，凡事等我过去再说，注意安全。酒吧老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给我出来！你没事吧？他跑了，你来晚了。默许吗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你说的默许，但他竟然是我在法国见过的酒吧的老板。什么酒吧老板？你去哪儿？我自己去就行，你别跟着我。我。原来你还那么深情吗？酒吧老板，他说他是叶齐磊的朋友，还给了我一张齐磊的照片。叶齐磊的朋友，你都应该认识啊。我也觉得很奇怪，而且史密斯告诉我，下单的那个人也说自己是叶齐磊。现在在国内，我又见到了酒吧的老板，我现在不得不怀疑，欧阳希子和法国的15家门店，都有可能和他有关系。霍老师，您在法国的人脉比较广，能不能帮我查一下？这事就包在我身上。不过，你今天怎么会遇见这个人呢？是因为陆准，
我们原本是要去找偷走 Lazy 设计图的人。那么，这个自称齐磊朋友的酒吧老板，就是他偷走了 Lazy 设计图？不知道，可惜陆准今天没有见到他，不然我很可能就知道他的身份了。你怎么会和陆准联手？首先，孙彼得偷走了 Lazy 的设计图，后来又抢走了我们公司的欧阳希子。我总觉得他身后藏着一个人，所以想要查一下。欧阳希子这件事情不简单，一定要查清楚。李安，你不要怪老师多嘴，你对陆准可要多留个心眼儿。还有 ，Lazy 落户中国，动静不小，你一定要有所准备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会的。霍老师，从法国回来之后，我总觉得齐磊他真的没有死，他还活着。我觉得他突然哪一天就会出现在我家门口。这段时间，公司发生了很多事，你也受累了。不过，事情发展到现在，不管这背后是谁，一定是冲着 Alice 来的。叶安，你一定不能被你的情绪所影响。但他怎么会知道那么多我和齐磊的事情啊？想了解这些，没什么难的。
叶恩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快进来，快进来！我刚看到他了，谁呀？他手里拿着戒指。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微微，我刚梦到齐磊了，他跟我求婚了，他要跟我求婚，他要给我戴上戒指。是不是又有人跟你提他了？我好想他，我好想他，微微，我好想他，我好想，我好想他。想哭就哭吧，哭出来就好了。怎么了？你干什么呀？事情都过去5年，你怎么还想不开啊？我的大姐，就算我真的要怎么样，也不至于拿这个吧？你吓死我了！不是你昨晚还那样，怎么好的这么快啊？吃饭了？我儿子被你吓没了。微微，我这2天总是在想，我当年的那个决定是不是错了？就算是错了，那你也要坚持下去。毕竟公司已经发展成这样了，你一定不可以被打倒啊！唉，还有啊，一会儿要给你准备套衣服，你那衣服昨晚淋的雨了，根本没法穿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要美美的。谢谢大总编。客气什么呀？来尝尝我们大小姐做的三明治。我的妈呀！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三明治啊！有那么夸张吗？我希望每天早上都可以吃到你做的三明治，那就完美了。老大，您可算来了！今天早晨各个部门都要乱套了。法国那边怎么样了？啊，对，所有的货都已经到达马赛港了。我们签订的协议明明是 container yard to door， 但是堆场那边说现在满柜，不给卸货。抓紧时间找个干净的仓库。我们这些成衣不能折叠挤压，最重要的是不能落灰。哦，行。哦，那些被订货会增加的货，工厂那边说要增加人手。哦，还有公关那边已经确认过了。我们全球同步发售的新闻稿已经出了，没法收回。你把所有的问题汇总了交给我，先让戴维到我办公室来。戴总已经在您办公室了。哎，还有邵副总啊。沈总。沈总。BNS 珠宝这笔订单的违约金是500万欧元。因为他们之前银行贷款有1500万欧元，总欠款额已经超过了 debtor 所提供担保物的50%，所以银行不肯给我们解除担保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必须还掉这2000万欧元，才能拿回我们法国这15家店。现在可以调动的现金有多少？不到2000万，是人民币。那这也太少了。
这些钱根本解决不了咱们现在的问题啊！我听说咱们所有的货物都积压在马赛港，堆场不让卸货，所以只能放在船上，是吗？是的，暂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仓库。沈总，船舶公司刚给我回复，说如果我们不能卸货，那一天就要收我们1万欧元，而且还是单柜的价格。1万欧，这不是坐地起价吗？这和敲诈有什么区别呀？我们一共发出了50个货柜，这一天就是50万欧元啊，400万的人民币。公司现金还不够存放5天的呢。我已经调动一切资源去找仓库了，现在主要是销售这一块。沈总，你有什么对策吗？法国是咱们 Alice 进驻欧洲的重点，这批货面料材质本来就是用的最高等级，成本高于以往，而且这批货的 size 是根据欧洲人特制的，即便拿回来也没办法销售。现在咱们法国店封了，还能卖到哪儿去呢？这次我们的营销策略是全球同步发售，如果法国推不出去，再返销回国，必然有损 Alice 的声誉，对公司损伤极大。这条路行不通，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一定要让 Alice 在法国上市。这个我算过，如果订货会顺利召开的话，那么我们可以先收回6000万的预付款，国内银行贷款最快放款30天，可法国银行那边要求的是15天的还款期限，这对我们来说太紧张了。总共8000万的现金流，我们不可能全部用于清账的。要不我和法国银行那边再争取一下，让他们宽限点时间，或者我们先赔偿部分嘛。我已经联系过他们了，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。要不这样，我先去整理公司当季的应收款，再把公司非必要开支收紧，争取延长供应商的货款。David， 辛苦你了。陈总，Alice不光是你的心血，它也是我的事业。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闯过这关。沈总，董事们全在会议室等您开会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战争这会儿才开始，走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董事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我们可不是来替你道歉的。法国门店被关，几十架货柜堆积在港口，没地方销。你这个 CEO 是怎么做的？是，您说的都是事实。现在对于 Alice 来说，确实面临着资金流动性的问题，我也正在想办法解决，调动部分资金，先把法国积压的货品尽快销售。你当我们今天第一天出来做生意吗？啊，我们有这个15家门店，你往哪儿去销啊？要想赎回门店，就要先解除担保，这就意味着 BNS 那笔烂账就由我们公司来买单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个缺口是多少？违约赔偿金和解除担保的欠款，一共是2000万欧元。2000万欧元，这可是爱丽丝全年的股东利益。你是想让我们这些所有的股东跟着你喝1年的西北风啊？我们已经提前安排召开订货会了，各渠道都在抓紧回笼资金，加上手上现有的资金，能抵消掉不少。资金的流动性是企业的命脉，你们把所有的钱都抽调走了，国内市场怎么办？这简直太荒谬了吧！我不同意，宁愿放弃法国市场，也绝不能再投1分钱。对，法国市场的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，就会连带影响到我们国内的市场。这是 Alice 走向世界的第一步，说了要走，就必须走下去。这根本就是你的决策失败，除非你用自己的资金来补这个缺口，否则就自动卸任吧，让邵总来坐这个位子。你们除了问责还会什么呀？你们为 Alice 做过多少事 ？Alice 对伊恩来说有多重要？你们知道吗？这是他一手创办的，但他心甘情愿做一个 CEO。你们知道他牺牲多少？现在出了问题，并不代表彻底失败。你们着急换掉伊恩，什么居心，
自己心里清楚。哦，秦爷，你冷静点，先坐下，坐下。霍董，不好意思。正所谓和气生财，我们 LSE 现在遇到的问题确实非常棘手。各位对我们的 CEO 的决策力也表示质疑。既然大家对我们的公司未来不看好，那么这件事上大家也不要插手了。资金缺口的事，我一个人全部解决。霍董，我以增资扩股的形式注资2亿。霍董，你这一注资，我们岂不变成小股东了？这样不合适吧？是啊，我在公司这么多年了，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公司关门呢？既然大家希望公司能够闯过这一关，那么就……霍董，我不能接受您的提议。LSE 目前不需要以增资扩股的形式来经营。我向各位董事保证，15天，我一定会解决法国的门店和货品销售的问题。口气不小啊！15天，沈岩，你太高估自己了吧？如果15天之内处理不了这些事，我沈一恩将自动辞去 CEO 一职，所有损失我一人承担。好，我们的 CEO 这么有魄力，你们还担心什么？伊恩，我相信你，因为你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。霍董，谢谢您。伊恩啊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是你的坚强后盾，我都一定会支持你的。我答应过你们 ，LSE 永远是你们的，这一点永远也不会改变。谢谢您。哦，对了，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，那个法国酒吧老板已经查到了，他不是你们所说的中国人，而是一个法国白人。白人？是啊，而且他并不认识叶奇雷。就算这个中国人不是老板，那他到底是怎么知道齐磊那么多的事情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，这个人既然已经浮出了水面，那他一定还会出现。哦，我也顺便查了一下陆准，这个人很不简单。他呢，并没有家庭背景，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搞了一笔钱，在法国注册了一个公司，就是现在的 Lazy。在法国迅速打开市场，发展的非常迅速。您的意思是，不知道他这笔资金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是啊，现在的源头还查不到。不过，你一定要小心啊。霍老师是担心陆准会对付 LSE 是吗？是啊，听说你们最近接触很多，他还成了你的邻居。希望你不要轻易的相信别人。我明白。最近公司一下子发生太多的事情，让您担心了。只要有你在，我就不担心。不过，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刚才在处理事情，还好还能送霍董。公事要紧，秦雅，你一定要收敛一下你的脾气，不要让矛盾激化了。的确是，我会注意的。
我先走了。好，霍总慢走。刚一散会，邵言之就一直跟着我问东问西。哎，你在董事会上怎么会立下那种军礼状？为什么要拒绝霍老师的提议啊？我看霍老师啊，都担心你没办法解决。难道你就不明白吗？霍老师的提议就是为了让那些董事们能拿钱出来。那不是正好能解决资金的问题吗？嗯，我要是想从他们手上拿钱，一早就开董事会了，干嘛还等着他们来找我麻烦？而且，目前 LAC 的股权结构相对来说是简单的，一旦增资扩股，股权就会外流，这么一来，我们对公司的控制力就会变弱。而且我不希望 LAC 变成资本市场的一个道具，更何况，现在公司的状况也不是太好。哎呀，这些股东啊，除了霍老师是真心为公司，其他个个都只管赚钱。到时候把手上的股权高价卖了，谁都不会管公司的死活。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想办法解决法国销售部的问题。只要货款收回来了，我就有一个缓冲，而且门店也能保住了。嗯，那你的办法是什么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对了，你们设计部 SKU 准备多少了？之前的1500个已经完成了，新增的100个也做得差不多了。喂，张小姐。喂，沈小姐，你方便现在来一趟疗养院吗？怎么了？叶子今天情况不太对，你最好来看看她吧。好的，我马上过去。叶子那边好像有点问题，我得马上去一趟疗养院。嗯，我陪你去。不用了，公司现在的事情太多了，你留下来我会比较放心。好吧，那你有事情给我打电话。好。叶子，哎呀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看，这都是姐姐给你从法国带来我最喜欢的颜料。叶子，我们休息一会儿吧，别画了。哎呀，姐姐一会儿就来了，叶子，休息一会儿吧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叶子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她突然就这样了。从下午开始就一直在画画，也不理人，我实在没办法就给你打了电话。叶子，你怎么了？不要吓姐姐啊！叶子，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帮我接一下 LAC 总裁办公室的电话。喂，您好，这里是 LAC 总裁办公区。您好，我是陆准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沈总在吗？哦，沈总现在他不在。他不在，他去哪儿了？电话也不接。啊，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。我就想问一下，史密斯珠宝厂的事儿解决的怎么样了？陆总，您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儿啊？你不用担心，是你们沈总告诉我的。啊，这个是公司机密，我可不能告诉您，您还是问沈总吧。陆总啊，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，我就先忙了啊。再见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The number you have。您去哪儿呢？沈小姐，幸亏你今天来了，不然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。除了这个登记表上面的，今天还有别的人来看过叶子吗？没有了，所有来的人都登记在上面了。那最近可能还要麻烦你帮我多留心照看一下叶子。放心吧，沈小姐，辛苦你们了。那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辛苦了。
叶子，是不是想你哥哥了？村卫啊，是你？魏魏，真的是你，好久不见，你的变化可真大。你刚才进去的时候，我都没敢认你。我变成什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看到你现在这个状态，我真替你高兴。谢谢啊，不必了。那个魏魏，那个你现在过得挺好吧？应该不会还干记者吧？你对我是真不关心啊！我早转行了。真风尚副总编，魏魏，你真优秀！我早说我当初就没有看错你。当初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呀。不是，魏魏，当初确实是我不对，但这些年对不起，当初的事儿我已经不记得了。我现在还有事儿，先走一步了。不是，你慢点，你慢点，来，你别着急，不是慢点。那个魏魏啊，咱改天一起喝咖啡，啊，再见。村卫，魏魏，真的是你，好久不见。左边，刚有人给你送花来。扔了。啊？没听清吗？扔了。还有啊，一会儿通知所有编辑到会议室开会，迟到的人永远别来了。嗯，好。去啊！呀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你家门口呢，我有事找你。如果你还没回来，我在车上等你吧。嗯。
小金童。哈哈，陆准，是我啊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啊？你感觉到很奇怪吗？啊，你是来找伊恩的对吧？你怎么知道这是伊恩的家啊？我，哦，你跟踪他？哦，你吓到我了。你是在审问我吗？以什么身份呢？沈总的下属还是伊恩的男朋友？是，我就是她男朋友。你在这干嘛？啊？我在这干嘛？哦，对了，我住这儿。你说什么？你没听清吗？我家在这儿。我，要不要我配合你一下啊？你是有狂躁症还是怎么样？有病赶紧去治病。我奉劝你，就你这副小身板，别逞势。你俩闹够了没有？你多大的人了？你们怎么会在这儿打架？他说他家住在这儿，你说我气不气？他说的没错，他就住我家隔壁。啊？沈小姐，我只说了一句，我家里住在这儿，你男朋友就对我大打出手，你觉得还有天理吗？哇，我觉得法律都荡然无存，是不是？是伊恩，是他故意下套，啊，故意想气我。你怎么会认为我和陆准啊？不是他设计我。沈小雨啊，我想冒昧的问一句，我要不要报警？这里全都是监控的。伊恩，伊恩，伊恩，他为什么会住在你家隔壁？你能不能别总这么冲动？你做事之前可不可以考虑一下后果？在我家门口打架，让别的邻居看到了多丢人啊！你先听我解释：一是他先无端挑衅我；二，你看那家伙傲气十足，油嘴滑舌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；三是他下套设计我。你动手就是你不对，你还好意思说别人？哎呦！哎呦，痛，痛！你是在审问我吗？以什么身份呢？沈总的下属还是伊人的男朋友？是，我就是她男朋友。你在这干嘛？哦，好痛！
下面一点。下面一点。下面一点。好了。那个姓陆的简直太流氓了！你说他为什么会搬到你家隔壁来呀？他是不是想追你啊？你别胡说，那是人家公司给他租的房子，只是巧合。巧合？哪来那么多巧合？远，搬家吧。什么？我说你搬家吧，我接受不了你和姓陆的离得这么近。你又来了，秦野，你能不能别总这么小孩子脾气？再说了，我现在哪有心思管这些啊？我知道你在为公司的事情操心，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找到解决的方案了。要不是公司出那么大的事儿，我真不知道原来我自己那么穷。那也就这些股权这点钱，你拿去卖给信得过的人，或者抵押给银行，反正由你来做主。我不能要。为什么不能要？我的就是你的。再说了 ，LSA 是我们一起创立的，我总不能看着它出了问题不管吧？你看啊。这几天你一直在为钱的事情担心，压力很大。我想出点力，你拿着用。这股权在我眼里啊，就是堆文件而已。怎么样？事情解决了，开心了吧？来庆祝一下。秦野，谢谢你，这个我还是不能要。为什么呀？我知道你现在特别想帮我，但是这个问题，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，好吗？依恩，我不想你有这么大的压力。有什么事，我会挡在你前面，做真实的自己，好吗？我有自己的打算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好了，你该回去了，走吧。哎呦哎呦呦哎呦呦哎呦呦！脚抽筋，脚抽筋，脚抽筋！哎呀哎呀！最近缺钙，然后刚才用力过猛，然后看到你我有紧张。你少废话，起来！你就让我多待一会儿吧。别嚷嚷，走不动。好了，拜托了，大哥。呀。你们俩闹够了没有？我说我住在这儿，你男朋友就对我大打出手，你觉得很有天理吗？哇，我觉得法律都荡然无存，是不是？就这么着吧。笑得好开心啊！你那个卖酸梅汤的小男友呢？首先，他不是我男朋友；其次，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很幼稚。是他先动的手，好不好？你们家有药箱吗？我帮你处理一下。哇，好感动！给你的。这是什么？
我替秦野跟你说声抱歉。你真的是我见过最大方的人，你拿这种东西来慰问吗？不要就算了。别，既然是送给我的，哪还有拿回去道理呢？对吧？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还是需要处理一下的。既然说来慰问，就应该有点。我自己会走。随便坐。那你想喝点什么啊？不用了。其实你应该说不用谢。请。上次你跟我说过的那个酒吧老板，什么情况啊？那个人我以前见过，在法国的时候偶然间认识了一个酒吧的老板。那天我见到的就是他。那这间酒吧需要调查一下吗？不用了，我已经查过了。那个酒吧的老板是个白人，我被骗了。可惜那天我去的太晚了，没有见到这个人。不过这个人的行事风格很像是默许。可那个人还说，他认识我前男友。跟你前男友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也说不清楚。不过法国这15家门店，很有可能就是他给史密斯下的套。其实我应该感谢一下这个人，要不是他的话，你一定会以为是我干的，对吗？不要介意，开个玩笑，干嘛那么严肃呢？我听说你们公司的货物积压在马赛港，这样吧，渠道的问题我来解决，你的衣服我帮你卖。你是来给我处理伤口的，对不对？帮你卖？怎么卖啊？他的意思是先花钱从我这里买衣服，然后放在 Lazy 的法国门店再去卖。那你怎么回答？你不会拒绝了吧？嗯。这么好的机会，你干嘛拒绝呢？对陆准这个人，我还有太多的疑问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他想得那么坏啊？大小姐，在这个商场上，你要稍有不慎，就会输得很惨烈。再说了，我到现在都摸不清他的背景。他当初为了 Lazy 的商标，绕了这么一大圈来设计我，他这人的心机得多深啊！所以我不能不防。再说了，我更不能拿 Alice 去冒险。你知道 Alice 对我意味着什么？我能理解你的顾虑。你可以找霍老师帮忙，反正他一直都很支持你的。霍老师他提议以增资扩股的形式注资2亿，而且这些钱都是他自己出。那些股东怎么可能让他就这么摊薄他们的股权啊？Alice还没上市，盘子就做这么大，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。那你可以找秦野帮忙啊。反正他永远都不会拒绝你啊。他是不会拒绝我，但我还不起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暂时还没想好。这不还得找陆准吗？你知道吗？陆准就住在我家隔壁，他现在跟我是邻居。昨天秦野还跟他打了一架。为什么？不会是因为你吧？可跟我没关系啊！秦野他自己耍小孩子脾气。这怎么能算耍小孩子脾气呢？这突然出现一个这么帅、又这么有魅力、又这么有男人味的男人，他肯定有威胁感啊！换我也打。你别跟秦野瞎说啊，他很清楚的，我跟他就是朋友，他特别明白。哎，可怜的秦野啊！守了你5年，
却少了一片冰心呀。哎，我得去开会。哦，对了，这是你邻居让我给你的。拜拜。哎。你怎么走路都没声儿的呀？你脸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不小心碰了一下。我要搬到英家隔壁住，你帮我去联系一下房屋中介。你这又是哪一出啊？我和你说啊，连陆准都可以住到英家隔壁，我为什么不能？啊？陆准住到老大家隔壁了。所以我要搬过去。秦大少爷，你动点脑子好不好？老大现在都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，你要是现在搬过去，他指定搬走。那也好，至少能让他离陆准远一点，是不？行，你要想搬就搬吧。不过啊，你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，no 左 no 逃。下一个模特出。停，都停下来！邵总，怎么了？说了多少次了？27号和28号是这一季的主打，应该第一个出来，怎么还搞错呢？那上班可不可以用点脑子？那我现在去给修导说。修导，那个我们上次也说了，这个27和28是第一个，那现在改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啊，谢谢啊。怎么样？沈总，都差不多了，一会儿我收尾。辛苦你了。没事儿。对了，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我想把咱们接待的酒店降低1个星级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这样的话，咱们可以省下一笔招待费呀。这次发出的邀请，确定会来的只有1半多一点儿，酒店、餐饮这些都是预付款。要是他们不来的话，这不是白白浪费了吗？不能降，一切照旧。沈总，我这都是为了公司好。现在资金这么紧缺，这些不必要的花费，要不然能省一笔就省一笔吧。这些都是明面上的花销，一旦缩减，就等于告诉别人公司是有问题的。行吧，既然你决定了，就照旧吧。那这里收尾的工作就交给你们了，辛苦。辛苦了，邵总。你是我这好心好意的帮他省钱，自讨没趣。沈总不是这个意思，现在不是省钱的时候，不能让外界觉得我们差钱。说实在的，咱们这个财政危机不也是他闹出来的吗？好端端的偏要去做什么欧洲市场，给人家做担保，2个亿呀！光靠卖衣服，什么时候才能赚回来？你放心，钱我会想办法。但愿明天啊，咱们的订货会能够成功，订单多一点吧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下班吧。您先走吧。好。沈总好。沈总好。老大。
这个发型更显俏皮。哦，谢谢。文熙，倒杯冰水。好。合作的事情考虑得怎么样了？我们在选择销售代理的问题上一向很慎重。先别急着回答，看看我的诚意。1500万欧元。只要你同意，钱随时打到账上。进来。谢谢。So， 买法国的1500万欧货，这分明就是一笔赔本的买卖。你是有什么想法，就直说吧。以 Lazy 和 Alice 的联名形式销售，不仅是在法国，而且还有中国市场。Lazy 准备进驻中国的服装被抄袭。虽然呢，你用4大名设计师造势，暂时解决了开业的尴尬，但那些造势的噱头也撑不了多久，供货的问题仍然还在。你找我合作，其实你是想要填补这段缺货期。哦，你看得很透彻嘛。需要填补缺货，可以有很多种选择和方式。为什么要选择 Alice？ 因为 Alice 是国内知名的高级女装品牌，我需要和有实力的公司合作，这样才能确保我不降低格调的前提下拓展市场和知名度。我如果说不呢？我想不出你有什么理由说不呢？因为我清楚地记得你为了慵懒算计过我一次。我，在这个世界上千万不要得罪女人。我终于明白什么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好，我不为自己辩解，我真的想让你明白，我是真心的要和 Alice 合作。撒过谎的孩子总是会让人心存怀疑，我不能拿爱丽丝的未来去冒险，对吧？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在不损害 Lazy 利益的情况下，你可以开出任何保障条款在合同里 ，OK？ 我有一个条件。好，你说说看。Alice 在中国有300家门店，品牌的独立性是我们一直坚持的，所以这300家门店不能参与此次的联合品牌销售。也就是说，只有慵懒才能销售联名款。哦，你是不是过于精明了？这只是合作的前提。国外和国内所有推出的联名款，成本由 Alice 和 Lazy 一起分摊，销售利润我们4-6分账，你6我4。至于1500万欧元算作借款，我拿出本人在 Alice5%的股份作为抵押，市值1亿人民币。我不需要。对于我而言，合作要比钱更重要，而且 BNS 的事情我也有责任。可我并不想欠你的人情，而且这笔钱我也会还给你，你只是帮我暂管而已。你这么悄无声息的是会吓死人的。我刚刚叫你了，你没听见？什么事儿啊？这个月的销售报表。行，你放这吧，我一会儿送进去。好啊，那我也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陪我一起共进晚餐，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就算你答应了，好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你下班之后我来接你。好，晚上见。晚上见。下次我会介绍你一个更好的牌子。
妍希，进来一下。哦。这份合同你拿去看一下，如果没有问题，你就拿去法务审核。老大，你怎么能够接受他的提议啊？你都听见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你忘记关了。既然你都听见了，那这份合同我就不用解释了吧？啊，不用不用。那我先出去了。下班下班。写的事儿吧。拜拜。给我啊，记得。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，明天见。下班了。好，借给我。好的，我又去把你邮箱。好的好的，哎，做完了这么快。下班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最近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餐厅，我今晚订了位，我们一起去尝尝。我约人了。约谁了？魏魏，那一起啊。不是，一个客户。哦，客户。那行，你先忙吧。要是太晚了，给我打电话，我去接你。好。好，自己小心点啊。我先走了。宝贝，在干嘛？我认为鹅肝是最适合女人的一道西菜。这是斯拉斯堡顶级鹅肝。试试这个。你知道我不喝酒的。苏代贵腐酒能最大限度地勾引出鹅肝丰腴的口感。这是苏代贵腐酒，它能最大限度地勾出鹅肝的丰腴口感。这个酒的名字为什么这么奇怪？有一年葡萄成熟的太晚了，受贵腐菌感染的葡萄被一位果农无意间酿成了口感异乎寻常的甜酒。波尔多的贵腐酒就是其中的典范。贵腐酒的问世看起来是偶然的，但实际上是必然的。酿造贵腐酒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，就像我们的爱丽丝一样，如果没有失去一切的勇气，将永远无法活着。贵腐酒，它的诞生同世界上很多新鲜事物一样，偶然中带有着必然。酿造贵腐酒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。对啊，因为在酿造贵腐酒的时候，需要采摘腐烂的葡萄，所以啊，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，如果没有失去一切的勇气，将永远无法活着。你怎么知道这句话？这句话也不是我说的，是波尔多帝金酒庄亚历山大·吕萨吕斯爵士的经典语录。以前有人对我讲过同样的话，他知道我很爱吃鹅肝。刚才是我太敏感了，不好意思。没有啊，可能是我话太多了，但是我还是想冒昧地问一句，是谁跟你说过的这句话？我约了岑薇一起，你不介意吧？
介意，是我的荣幸。喂，你这个大忙人怎么有空找我啊？想请你吃饭，有空吗？不行哎，我晚上约了伊恩。哦，原来他是约了你啊！哎，在哪吃啊？我也过去。好吧，作为朋友，我就帮帮你吧。一会儿我把定位发你。好嘞。我以为我很了解女孩，看来并不然。没有啊，我觉得挺好吃的。你基本上没有吃啊。晚上少吃一点，有助于减肥。懒人理论，如果真的想要身材 keep fit， 要多运动，辜负美食是一种罪过。我现在没时间运动。如果你想的话，一定可以安排出来。要不然这样吧，以后每天早上6点半，你跟着我跑步，跑完步之后，我给你做一份低脂低热量的早餐，保证你不用节食，还能保持完美的身材，如何？既然你笑了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明天早上6点半，我会准时出现在你门口。你来真的？既然说了，那就做吧。薇薇在停车，马上就到了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的吗2份煎牛，是3份煎牛排，1份补露，2份 Media Real， 然后再来1瓶法国上好的红酒，1374。好的，先生，请稍等。为什么要这么看着我呢？一般很少人会这么点。你说什么？补露吗？另外2份。Media Real， 好，专门为你和姊妹点的。你怎么知道我们2个就会喜欢呢？猜的。首先，你们是好朋友，在吃的方面保持一致是友情重要组成部分。其次，你们是时尚女性 ，medium 以上的话不够你们的 level，medium real 以下的话太过血腥，所以我猜的没有错吧？如果没有你这番分析的话，我还以为你一定是在暗中调查过我们。用心观察就好。对了，你送我的衣服，我还给你。为什么？尺寸不合适 ？No。你要知道，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。正因为是这样，所以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接受。而且，我是Alice的 CEO， 穿了竞争对手的衣服，不太好吧？晚上6点以前，我们是对手；6点钟以后，我们应该是朋友。做到这一点很难吗？好吧，我尊重你的想法。不过有一点我是赞同的，既然是唯一，所以才贵重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唯一的，就像爱情一样。如果在爱情里面接受了对方，就等于接受了世界上最贵重的馈赠。喂喂！哦，天哪，你这么快？哦，我正好在附近。这家餐厅吗？嗯。哦，1374，你还挺会选餐厅的。那必须啊，走吧。伊恩呢？在里边啊，走啊。嗯。怎么了？干嘛？来都来了，你现在走不等于输了吗？哎呀，放心好了，他不是伊恩的菜，有我呢，我帮你，走吧。哎，等等。挨什么挨？再等下去，黄花菜都凉了。走啊！
让你们等太久吧？是这样的，刚刚我正好碰到秦野，然后他也没吃饭，我就想着一起，不介意吧？不介意，坐吧。坐。哎，永远这么绅士，谢谢。客户啊，我应该做。好，谢谢。陆先生，上次在伊恩家门口，是我太冲动了，我先敬你一杯。没关系，我原谅你。其实我觉着，我们应该共同再喝一杯。今天我和陈总已经达成了合作上的一致，也就是说，我也成为 Alice 的重要客户之一。看来秦大设计师并不知情，我是不是有多罪了？正好，陈大总编在这儿，那我就向大家宣布一下 ，Lazy 和 Alice 即将共同在法国发布同款产品。还有，我今天有幸的得到了 Alice 5%的股权，对吗？我们共同庆祝一下。今天白天刚刚定下来的，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。哦，我不同意，我们的股权不能转让给陆先生。这件事情已经定下来了，是从我这里拿出5%。你的更不行。看来秦大设计师很紧张。其实这5%的股权只是抵押，将来我会还给伊恩的。伊恩，谁允许你这么叫他的？陆先生让伊恩拿5%的股份做抵押，谁知道陆先生安的是什么心啊？秦爷，伊恩有自己的想法，你要尊重他。并不是他让我拿出股份来抵押的，是我自己主动要提出来的。哎，好了，我们吃饭别聊工作嘛。来，为了今天的相遇，喝一个。耶。打扰一下，为你们上一下菜。媒体M人给2位女士，真不好意思，今天不知道你要来。请慢用。你用我这个。他吃不惯这个，你吃我这份吧。好，吃伊恩的。帮我再点一个。好的，先生。这是 blue， 你吃不惯。陆先生能吃，我就不能吃了吗？伊恩不是沈总，可能真的是为你好。blue近乎于生肉，保持着牛肉原有的味道，口感柔顺湿滑。你真的确定你可以？要不然按照女士的标准，给你再来一份。你吃不惯就别吃了。看来你是喜欢。没事吧？听话，别吃了。我没事。秦野，
你要不要去看一下？你们先吃吧，我先走了。拜拜，宝贝。真的不好意思，扫了你的雅兴。说不好意思的人应该是我。服务员，来帮我把这个拿走。要不然给你换鱼肉，或者是虾肉，或者是……不用不用。你不会跟秦野计较吧？为什么要和他计较？哦，那就好。其实秦野也是担心叶恩了，多多理解喽。应该理解。反正他俩都走了，要不吃完饭我们去看场电影？看电影？我一会儿可能还有工作。没关系啊，等你什么时候没有工作了，再约我喽。好。谢谢。